今年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年呢。猜猜我最近接电话干的最多的2件事情是什么？第一，安抚卖不掉房子的房东；第二，安抚租不上房子的租客。这2拨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碰上的，毕竟他们的年龄差距还是挺大的。今年不是平凡的一年，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就这样在 Norman 的世界里碰上了。结合最近发生的事件，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对下一步房地产市场的展望。这一期视频呢，先来说一说买卖市场。现在的市场到底把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呢，整体确实是比较冷淡的。据说很多同行和上下游从业者都出去休假了呢，顺道思考一下人生。等我回来，到底是 to be or not to be 呢？我也趁机休息了一下。买卖市场和租赁市场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呢。买卖市场整体比较萎靡，今年的涨幅已经跌去了绝大部分，而租赁市场呢，则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很多人租不上房子，而很多房子呢，则是一天一个价，一上市就收到非常多的 offer。不知道你在的地方到底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要忘了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先来带大家看一看最近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我分别放了去年12月末的价格，今年2月份高点的价格，以及最近1个月6月份跌下来一些的价格。从均价上看，去年12月多伦多均价是 115.8 万，今年2月呢涨到了 133.5 万，6月又跌回了 114.6 万，可以说已经略微跌穿了去年年末的价格，基本上涨了 15% 又跌了 15%， 差不多打了一个平手。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细分数据，别有玄机哦。还记得 Norman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给大家疯狂灌输的概念吗？大 house 的秋天，投资房的春天，千万别买裸泳房，别买小城市的房子。虽然涨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涨，但是这一波的跌幅主力一定是裸泳房。我之前专门出过视频讲解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可以被称为裸泳房。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欢迎看一看之前我的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专门发明的词汇，就是熊市的时候跌得特别猛的房子类型。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房子最近一波跌得很猛烈，那么极大的概率你持有的房子就是裸泳房，或者占了一些裸泳房属性的房子。对比一下具体的户型，独立屋从2021年末的160万涨到了2022年2月的高点180万，最近呢又跌回了6月的145万，均价距离高点净跌了 20%， 距离去年年末呢也跌了 10% 左右。 Norman 推荐买的是什么呢？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现房，买downtown和地铁沿线的新的经济适用房 condo。 我们来看一下416区域的 condo， 从去年 73.1 万涨到2月的高点 82.2 万，最近呢又跌回了6月的 77.1 万，跟去年年末比净涨幅还是有 5.5% 的。在啥都跌的今天，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逆天级别的。再来带大家看看更加细分的数据，从2021年末开始到今天为止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我的绝大部分客户，不管是楼花还是现房，买在了哪里呢？我做了一下粗略的统计，差不多有 70% 左右的客户买在了 C08 这个区域，也就是downtown样街以东的区域。买了的朋友们自己内心是知道的，这边呢也要恭喜一下大家，我自己也在这个区域买了房子。C08 这个区域2月份的均价是 80.7 万，到6月呢基本没有任何跌幅，均价来到了 80.5 万。这个区的涨幅虽然目前是比较平缓的，毕竟小户型的交易量占比是很大的，但是从回调开始，这个区的表现可以称得上是惊艳了，基本实现了我对回调之后房价的大致预测，就是房地产市场整体微跌，裸泳房跳水，核心区域基本上不怎么跌。总结起来，中长期想要比较安全的投资房地产市场，跟着 Norman 买，跑赢市场是比较有保障的。毕竟我自己已经先干为敬了呢，我干了，你随意。
再来说说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之后的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怎么发展呢？听我接着给你吹不聊。我是多伦多房地产市场长期的坚定的看涨派，短期的金融属性没有办法撼动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将会中长期继续稳固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我之所以这么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多伦多地区长期的房屋供给问题非常非常严峻，多伦多和安省政府并没有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房子根本就不够住，即使短期的金融因素可以把房价摁住，这只不过是把今天的供给不足超级加倍留给了明天。中长期来看，多伦多的房价一定是会继续稳固上涨的，除非加拿大或者安省的人口和移民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在这种僧多肉少的环境下，房价什么时候来到平台期并且反向开始上涨，其实大家只是在听一声发令枪响。我赌一瓶茅台，这个发令枪一定不会到2027年才响。涨价的发令枪到底什么时候会响呢？其实这非常难精准的预测，有可能是因为通胀被控制住了，利率开始不涨甚至下降，也有可能是租赁市场实在是太火爆，反向影响到了买房市场，导致政府不得不出台一些方案，比如说帮助买家付首付，来让更多的人可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也有可能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利好，比如俄乌战争结束，或者是新冠疫情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那么灵魂拷问来了，无论是土豆政府还是安省政府，都在大力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是要给安省修建很多的房子来解决供应问题。那么为什么喊了这么久，大多伦多地区以及安省的住房供应问题没有得到缓解，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呢？这是因为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供给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瓶颈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国际供应链问题。最近跟一个开发商朋友聊天，很大的开发商呢，有多个项目都没有办法顺利的 occupancy， 不是因为开发商资金短缺是因为国际供应链造成了他们有一些东西买不到。比如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缺芯片，导致没有办法给每一户都安上火警报警器，这个是不符合 Building Code 建筑许可的，所以 occupancy 不了。另一个项目呢是买不到空调的室内机，导致很多住户没有办法安空调。不过大哥毕竟就是大哥嘛，在盖的项目数量是非常多的，只需要把交房相对时间比较晚的项目调一些空调室内机和芯片过来，现在比较棘手要马上交接的房子，问题总是能解决的。不过我们换位想一想，如果这个开发商是非常小的开发商呢，手里只有1到2个项目，而这2个项目的时间又不匹配，那样又会怎么样呢？转念想想，供应链问题这么严重，供货商能不囤货居奇，顺势涨价吗？比如这篇报道， Guardian Glass 这家供应玻璃的供货商就涨价了 40%， 而且拒绝说明涨价的原因，你爱买不买，好吧？供货商已经刚到了这个程度，足以说明供应链的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利息上涨不只会影响到购房者，其实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开发商的资金链，开发商的建筑贷款也是会跟着利息上涨大幅上涨的。大家考虑一下，开发商一个项目很可能要接大几千万的贷款，如果涨个 2%， 每一年100多万的利润就没得了。如果这个项目要建好多年呢，那么好多个100多万就没得了。开发商其实建每个项目差不多总利润就是项目预算的 8%到 12%， 利息这样的大幅上涨，一下子又吃掉了开发商许多的利润。除了全世界和全加拿大都有的供应链以及利息上涨的问题，多伦多其实还有自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inclusionary zoning， 我之前专门做过视频讲解这一个恶政多么的影响房子的供给。市政府强制要求开发商捐 5% 到10% 的廉租房。 IZ 这个政策呢，针对的主要是2022年9月之后递交建筑许可申请的楼盘。这些楼盘呢，极大的概率会被2023年初到2023年中拿出来卖，
那么这之后都会受到 IZ 的影响。祸不单行啊，多伦多政府最近呢还准备大幅度增加自己的 development charge 开发成本。这个钱呢是多伦多政府用来给每一个新建出来的楼盘配套科教文卫水电气的费用。政府会向开发商收取一次，之后再卖二手房就没有这个费用了。但是开发商他也不傻呀，他会把这部分成本通通转嫁给买房的人。多伦多的白领中产阶级真的是苦啊！这么多不利因素合在一起，就解释了成本上涨有多么巨大，也给大家说明了为什么downtown会出现这么多价格不合理的2000块钱一尺的楼盘。成本的剧烈上升立刻就带来了2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是在建的完工不了，第二是马上开建的数量急剧下降。在建的项目除了要应对供应链的问题，导致很多原材料买不到，5月份呢还有另外一个噩耗，就是安省的建筑工人决定罢工了。毕竟怀揣着变身罗奇者不是养蚕人的这么一个思想，这批建筑工人也是要给自己争取福利的，都想长长心嘛。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年迄今为止完工的房子数量比去年同期少了差不多1/3。这批完工和待完工的房子呢，差不多都是4到5年前卖的。预计今年的下半年，房屋的完工数量会进一步下滑，会有更多的项目面临延期建不完的窘境。除了房子建不完，新开盘的数量也是大幅下降。大家如果翻翻最近的朋友圈，会发现朋友圈里面经济转发新开盘的楼盘数量其实是大幅下降的。毕竟成本上涨了这么多，很多开发商如果想开盘到有利可图的价格，最后就变成downtown2000一尺的房子了。这样开了也不太容易卖得掉，还不如把房子和地皮留在手里捂一捂。今年到底卖掉了多少房子呢？我这边找到的数据显示了1到5月份的销量，差不多整个 GTA 是17457套。我也找到了去年同期的数据，卖了20044套，同比减少了13%左右。看起来减少的数量并不是那么恐怖嘛。不过6月以及剩余的2022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开发商开盘的数量是进一步下滑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在新房销售比较冷淡的现在呢，开发商也明里暗里搞起了一些促销活动，这在往年是完全看不到的。开发商很难明着降低自己的销售价格，有一些项目呢就开始搞起了免续 occupancy fee 和 closing cost 这样的福利，差不多呢也是有几万块钱了。还有一些开发商松动了海外买家付35%首付的这么一个要求，降低到了20%。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让买房人的 affordability 上去，可负担性上去，更容易买得起自己已经开了盘的项目。开发商目前的项目变少了，但是很多时候自己的团队还是得养着的，毕竟也不太好裁员。接下来开发商经营不易，相信有一批小的开发商会面临倒闭的风险。预计今年一整年卖掉的新房数量会在3万这么一个数量级上，跟去年比也就是2/3的水平。一年3万套房子的销售量是完全没有办法匹配多伦多人口上涨的。如果我们知道今年卖掉的数量不足，会导致明年开盖的数量不足，进一步导致25到27年完工的房屋数量不足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25到27年再开始买呢？我的判断是一定不行，因为发令枪一定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响的，宁可抢跑也不要后知后觉。如果多伦多在未来的几年中不能妥善的解决好房屋供给不足的问题，那么新来的居民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住房问题，有一些人几无立锥之地。多伦多房屋供给都成这个样子了，下一步房价还有大幅跳水的可能吗？我看悬，罗永房除外啊。虽然2022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并没有增值，但是依然是明显的跑赢了同期的很多其他投资产品的。毕竟我们投资能买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最主要的投资选项就是股票和房地产2个产品。看房价嘛，多伦多跟去年年末比，基本上做到了没涨没跌，差不多打了个平手。如果看股价呢，年初到现在多伦多股指跌了 11.4%，
纳斯达克跌了 28.2%， 比特币这种价值在我看来终将归零的投机产品暴跌了 57.4%。 还好我听大基金经理的话，年初卖掉了自己的 XQQ， 卖在了117上。即使你买了比较小众的债券，很有可能收益率也是负的，毕竟利率在夸夸的涨，而你的票面价值很有可能在夸夸的下跌。只算过去6个月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表现，整个市场差不多涨幅是 0%。 如果把 Norman 在这个期间给客户买的房子做成 Norman Index， 跑赢市场差不多有 7%到 8%。 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市场中期的预测，以及给大家推荐一下下一步操作的策略。我觉得核心区域的经济适用房基本已经来到了底部，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接下来几个月还有进一步下探的可能性，不过整体的跌幅空间相信已经不会特别大，可以比较放心的购买。我猜测核心区经济适用房的拐点差不多是今年秋天到明年初这么一个时间到来。具体准确的什么时间到来，也就是发令枪响呢，要看通货膨胀什么时候开始被整体抑制住，以及利息开始不涨甚至反转。顺便来预测一下下面利息的涨幅啊。我跟几个大的基金经理聊天，大家认为通货膨胀是有被抑制住的迹象的。总的来讲，我猜测接下来浮动利率是不会涨超 5% 的，也就是 prime rate 不太容易涨超 5.5%。这边给大家放了一个 Desjardins 的利率预测，这个预测呢是今年年初出的，整体的趋势我是认可的，不过是稍微有一点低估的。相比核心区域的经济适用房，比较贵的房子，比如高价的独立屋，他们的拐点目前还是不太能看得到的，很有可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怎么样也是明年的事了。裸用房嘛，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很有可能下探到成本附近。如果你手里有裸用房，抓紧卖，别犹豫。接下来无论是买还是卖的策略，都要坚持以现金流为王，买得起拿得住为原则。这里呢也分两个逻辑，卖的逻辑和买的逻辑。第一，我的房子跌了很多，要不要卖呢？很多贩卖焦虑的人喜欢告诉你房价要跌了，抓紧卖。但是呢，他们不告诉你房子卖了之后钱拿出来能干什么。其实放眼望去，并没有多少投资类别可以明显跑赢房地产，所以能不卖还是尽量不要卖。毕竟你买卖多了，钱都被政府和我这样的人赚走了。如果你买的不是裸用房，极大的概率跌也没跌多少。比如买了个公寓，看起来现金流有一点负，但是你还能坚持住，那么就尽量拿着不要卖。毕竟月供不太好涨，而房租最近涨得猛得很，坚持拿住这样的房子，未来一定是光明的，持有起来也一定是越来越轻松的。尤其是没有租金管制的新房，持有超过1年，你就可以猛涨一波租金，坚决拿住很划算。如果你买了现金流很差的房子，未来也看不到现金流明显变好的趋势，比如说你买了个旧房，租客轰不走，也不能大幅涨租，或者是你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 house， 本身租金也没有什么上涨潜力，这个时候要不要卖，不要看房价涨了还是跌了多少，而要看下面你到底能不能拿得住这套房。买了裸用房、借私贷买房子的，以及负现金流3000以上的买家，如果你不是特别的财大气粗，还是推荐抓紧卖的。第二种情况，房租在涨，房价在跌，我应该进场买房吗？我个人的理论是，如果我们想跑赢市场，抢在发令枪打响之前进场一定是最好的时机，抢跑好过后知后觉。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买房时机，已经经历了一波跌幅，能跌的绝大部分已经跌掉了，现在买下来到8月中交房，还能赶上一波学生潮，相信可以租一个很炸裂的价格。真的等发令枪响了再开始买，其实很多人是会买不上房子的，尤其是一次想买多套房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想买多套房，需要一套房贷款做完了交接了，甚至租掉了，才能再去买下一套房。一来一回1-2个月买下了第一套房，等你买第二套房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已经错过了一波市场了。如果发令枪真的响了，相信市场不会给大家特别久的时间。真的想买多套房的人呢，提早入局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存 saving， 或者是买成 GIC， 这些持币观望的人数量不在少数。我的客户中就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的首付和现金流可以支持你买得起拿得住，那么5套房以上的玩家按 35% 的首付，5套房以内的玩家按 25% 的首付去购买房屋，在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我内心非常看不上为了博眼球鼓吹市场会暴跌的人，我内心挣扎过很久，这种事情确实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很诚实的逆着市场把自己的观点在这边告诉大家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